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大实话，我是主播张宏志。我们都说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，走在街头巷尾，满头白发的长辈比比皆是。大家见面打招呼，聊的话题往往离不开养生。有人花大把退休金买进口的保健食品，有人迷信各种昂贵的理疗仪器，还有人觉得只要存够了钱，老了就能高枕无忧。但是我在安养院当院长这么多年，看过成千上万个长辈的人生下半场，我发现一个非常残酷但也非常真实的现象，有些长辈住着单人 VIP 病房，吃着最好的药，子女也定时汇钱，但他们活得并不快乐，身体机能衰退得非常快，整个人像是枯萎的植物。而有些长辈就像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位主人公，96岁了，没什么巨额存款，也不是住在什么豪宅，甚至是一个人独居，但他的精神状态比很多60岁的人还要好。这究竟是为什么？长寿的秘诀真的藏在那些瓶瓶罐罐的药丸里吗？还是藏在银行存折的数字里？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位住在台中市老旧公寓里的96岁长辈，他姓李，李老先生。他的故事非常普通，却又非常震撼。他没有依靠子女的供养，也没有依赖昂贵的补品，他能够如此硬朗自在地活到快100岁，完全是因为他守住了3件事。这3件事听起来简单，但我在安养院看过太多人，就是因为做不到这3点，把自己的晚年搞得一团糟。李老先生说，这是他65岁丧偶后用30几年的孤独岁月，一点一滴熬出来的生活智慧。如果你的年龄也过了60岁，或者你家里有长辈，今天的节目请一定要耐心的听到最后，这或许会改变你对变老这件事的全部看法。我们先把镜头转到李老先生的生活现场。他住的地方不是什么设施设备完善的高级养生村，就是我们台湾常见的那种4、5层楼的老公寓的2楼。那是他和老伴年轻时一起打拼买下来的家，住了50几年，墙壁有些斑驳，地板是那种旧式的磨石子地。现在这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。96岁的高龄，他依然坚持自己买菜，自己煮饭，自己打扫卫生，甚至还能扶着扶手慢慢地上下楼梯。每次他在楼下公园散步或者去早市买菜，邻居见到他第一句话总是惊呼：哇，李伯伯，您今年96了吧？怎么看起来还这么硬朗，走路都有风？李老先生总是笑笑，指指自己的胸口说，没什么秘密啦，其实不是我有钱，也不是子女有多孝顺，天天伺候我，是因为我守住了心里的这3道关卡。这第1道关卡也是最难的一关，叫做静心。我在安养院工作时，最怕的就是长辈遭遇丧偶这个打击。医学上有个词叫丧偶效应。统计数据显示，老年人在丧偶后的半年内，死亡率和患病率会急剧上升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乱了。心一乱，免疫系统就崩溃了。李老先生年轻时并不是一个心静的人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年轻时脾气火爆，什么事都要操心，家里的大小事，孩子的功课，连邻居家的狗叫声他都要管。日子过得像个陀螺，一天到晚转个不停，以为这就是责任感。直到65岁那年，老天爷给了他一记重拳。那一年，他的老伴刚从工厂退休，2个人原本计划好要开始享受清闲的退休生活，去环岛旅行，去看看风景。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，短短2个星期人就走了。李老先生回忆说，那天是清明节前2天，他站在病房门口，看着医生无奈地摇摇头。那一瞬间，他感觉整个世界突然被按下了静音键，耳边没有哭声，没有嘈杂声，只有一片死寂。他没有当场呼天抢地，甚至没有流泪。他回到空荡荡的家，把老伴的旧衣服一件件折好，收进衣柜，然后一个人坐在客厅那张旧沙发上，两眼直直地看着窗外。窗外下着雨，那是台湾梅雨季常见的绵绵细雨。他就那样坐了一整夜，动也不动，直到天亮，第一缕阳光透进来，
他才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机械式的去厨房烧了一壶开水，泡了一壶茶，拿出他和老伴以前常用的2个杯子，倒了一杯放在他的位置，一杯自己慢慢喝。他说那是他人生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孤单。那种孤单不是没人说话，而是你心里知道那个懂你的人永远不在了。他的孩子们都很优秀，大儿子在台北打拼，小女儿嫁到了高雄，平时工作忙，很少回来。这在我们台湾社会是很普遍的现象。孩子不是不孝顺，而是为了生计不得不各奔东西。李老先生心里清楚，他不能靠孩子活下去，未来的日子只能靠自己。那段时间，他经常凌晨3点就醒过来，胸口闷得慌，睡不着，就一个人搬张椅子坐在阳台上看星星。他无数次问自己，人老了，老伴走了，是不是就只能这样等死？转机发生在有一天，他去楼下市场买菜，遇到了一位老街坊。这位老朋友牵着孙子，一脸幸福。看到李老先生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老朋友拍拍他的手，说了一句大实话：老李啊，你老伴走了是没错，但你还在啊，你这条命还在，你就得为你自己活。你如果不把日子过好，他在天上能安心吗？这句话像一道闪电打醒了他。是啊，我还在，既然还活着，就不能活成一具行尸走肉。从那天开始，李老先生逼着自己做了几件改变，这也是我想给所有丧偶长辈的建议。第一，断舍离。他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，丢掉了一些堆积多年的杂物，环境清爽了，心里就不会那么拥挤。我在安养院常看到很多长辈房间里堆满了回忆，这其实是一种心理负担。清理空间其实就是在清理内心的情绪。第二，建立仪式感。他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必须泡一壶好茶，坐在阳台晒15分钟太阳，看着楼下的小学生背着书包上学，听听树上的鸟叫。这在医学上是有道理的。阳光能促进血清素分泌，改善忧郁情绪。第三，情绪出口。他开始写日记，心里想到的事，梦到的场景，想对老伴说的话，全部写在纸上。慢慢的，他发现当他不再把所有烦恼挂在心上，不再纠结为什么孩子不常回来看我，为什么老天爷对我不公平这些问题时，他的心真的静下来了。心一静，原本总是隐隐作痛的胃病好了，失眠也改善了，脸色从灰暗变得红润。有一天，他的孙女打视讯电话回来，看到他在厨房做菜的样子，惊讶地说：阿公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妈还有精神？李老先生笑着说，因为阿公现在学会了什么都不烦。人活着如果每天都想东想西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事情不会变好，反而把自己气出一身病。等你气坏了身体，躺在床上受苦的还是你自己，谁也替不了你。这就是他长寿的第一个秘诀，守住平静。不烦不争不想太多，人这一辈子能守住自己的平静，比吃什么人参鹿茸都重要。这第二个秘诀，李老先生说，是他学会了闭嘴，不再为别人操心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儿孙自有儿孙福。这一点对于我们台湾的长辈来说真的太难了。我们这一代人传统观念重，总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大家长，有责任指导晚辈的生活，年轻时怕吃苦，老了怕闲着。只要耳朵听到什么事，眼睛看到谁眉头一伸，心里就像被猫抓一样，非要插手管一管。李老先生回忆起74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，让他彻底醒悟。那是一个周末，儿子带着媳妇回来看他。那天李老先生特别高兴，一大早就去市场买了最好的芋头，蒸了一大锅芋头米粉。厨房里热气腾腾，他在里面忙得汗流浃背，心里想着孩子们平时工作辛苦，回来一定要让他们吃口热乎的家乡味。结果菜还没端上桌，客厅里就传来了争吵声。儿子摔着手机吼道：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周末别再安排那么多聚会，我很累，我要休息。媳妇也不甘示弱，声音尖锐起来：你要休息，那我就不用见朋友吗？我也工作了1周，你这人怎么老是这么自私，不体谅我？
李老先生在厨房里听得心惊肉跳，按照他以前的脾气，这时候肯定冲出去了。他端着锅子走出来，试图当和事佬。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难得回来一趟，小孩子还在旁边看呢，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嘛。来来来，吃米粉。没想到儿子冷着脸，转头就对他说：爸，你别插嘴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你不懂。媳妇虽然没对公公发火，但也撇撇嘴，低声嘀咕了一句：爸就是这样，一天到晚想当和事佬，哪次不是越劝越乱，搞得大家都下不了台。那一刻，李老先生愣在客厅中央，手里那锅香喷喷的芋头米粉突然变得千斤重。米粉的香气扑鼻，可他的心却是一阵发凉。他在这个家好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。那顿饭大家吃得沉默尴尬，没吃几口，儿子媳妇就带着孩子走了，连一句谢谢都没说，只留下一桌子的冷菜残羹。李老先生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望着电视机发出的蓝光发呆。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喝了2杯高粱酒，想了很多。他忽然想起老伴生前常劝他的一句话：老头子啊，你再管这些闲事，迟早哪天他们会嫌你烦，嫌你老糊涂。那晚借着酒劲，他终于听懂了这句话。我在安养院也常跟长辈说，2代人甚至3代人生活观念、压力来源都完全不同。我们觉得是关心，在年轻人眼里可能就是干涉。你越想管，冲突越大，你的血压也越高。为了别人的事气坏自己的血管，值得吗？第二天，李老先生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把剩下的米粉分装进冰箱，把家里打扫干净，然后写了一张字条贴在冰箱门上，以后谁回来饿了自己热饭。家里不是旅馆，但永远有家的味道。老爸以后不再劝架，也不再插嘴，我要活我自己了。从那以后，儿子媳妇再回来，李老先生真的变了。他们吵架，他假装没听见，继续看他的报纸。他们抱怨工作，他只负责倒茶，听着不发表意见。神奇的是，他不当裁判了，家里的气氛反而和谐了。后来儿子再回来也不吵了，媳妇也变得安静客气。李老先生的老友阿忠来看他，听完这段转变，哈哈大笑说：老李，你终于想开了，你以前那副什么都要管的里长伯架势，我真怕你哪天操心操到加护病房去。李老先生也笑了，说：我现在是李没事，只管泡茶写字，天塌下来只要没砸到我头上，我都当没看见。其实放下的第一步最难。看到邻居夫妻吵架，本能的想去评理，看到市场卖菜的起争执，也想去说2句。但李老先生学会了忍，他在心里默念：这不是我的戏，我不上台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再天天守着电话等孩子打来。孩子不打，他就当他们在忙事业；孩子来了，他就泡壶好茶，不多问一句私事。有一次，儿子忍不住问他：爸，你最近是不是不太管我们了？是不是我们哪里做错了？李老先生笑着摇摇头，说：不是不管，是我老了，懂了。你们的日子，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得你们自己走。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想把这些时间留给我自己。儿子听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低头喝了一口茶。那一刻，李老先生在儿子的眼神里看到的不是疏远，而是一份久违的敬意。那是一种对长辈得体退出的尊重。我们常说父爱母爱伟大，但有些爱不是帮才叫爱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，不添乱，这才是最高级的爱。这就是李老先生长寿的第2个秘诀。第3件事，李老先生说也是最难修炼的一件事，就是不钻牛角尖，不把别人的无心之过变成自己的心头刺。这点我特别有感触。很多老年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有时候也会年纪大了容易变得敏感多疑。医学上说这是大脑前额叶功能退化，导致情绪调节能力变弱。别人无心的一句话，我们能想3天，连做梦都在琢磨他是不是话里有话，是不是在怪我，是不是嫌弃我。李老先生以前就是这样的人。前年冬天，他在屋里整理窗台的盆栽，儿媳妇打电话来说：爸，我和阿杰想明年换个大一点的房子。
可能离你那边会远一些，大概要多坐半小时捷运。李老先生嘴上说，哎，好啊，年轻人有志气，多折腾折腾是好事，但挂了电话，他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，负面念头一个接一个冒出来，换房子离我远一点，是不是嫌我碍事？是不是不想让我老了以后靠过去？是不是嫌我年纪大了，住在附近是个麻烦？那天晚饭他都没心情做，坐在沙发上发了一整晚的呆，血压也跟着飙高。第二天他跑去邻居老冯那边喝茶诉苦。老冯是个乐天派，听完笑了笑，拍着他的大腿说，哎呦，你这个老李啊，怎么还没改掉你这想太多的毛病？你儿子换房子是为了孙子上学学区，或者是为了工作方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要真嫌你，早就连电话都不打了，直接搬走不就得了？李老先生低着头，心里一阵羞愧，是自己怎么把孩子想得那么坏呢？老冯拿出他的笔记本，指着上面3句话说，记好了，这是我活过85岁的保命秘诀。第一，别把小事当大事；第二，没发生的事别先着急；第三，别老想着人家怎么看你。李老先生回家路上反复念着这3句话。回到家，他把那天晚上的冷饭热了一下，一边吃一边想，我这么活着图个啥？图自己心里舒坦，不是图天天跟自己过不去，跟假想敌打架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刻意练习不纠结、不自问、不过脑。比如去市场买菜，菜贩随口说一句，阿北，你一个人买这么多，家里还有谁吃啊？换做以前，他心里肯定会想，这是在嘲笑我孤单吗？还是说我浪费？现在他学会了自嘲，笑着回一句，哈，我爱吃隔夜菜，炖得越久越入味，配稀饭最对味。说完，自己和菜贩都笑了，气氛轻松愉快。又比如孙女，有时候 LINE 讯息读了不回，小时候天天黏着阿公，现在大了冷清了。换做以前，李老先生又要开始脑补，孙女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是不是把阿公忘了？现在他只对自己说一句，他忙着长大，我忙着不生气。他学会了不因为还没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，明年会不会生病，是不是最后没人管我。以前脑袋里转的都是这些恐惧，现在他煮饭的时候只专注于当下，这锅米饭再焖5分钟会更香。有一次他真的病了一场，半夜发高烧，躺在床上全身冒冷汗。以前他肯定会立刻陷入恐慌，想要不要现在打电话给儿子，是不是得了绝症，是不是快不行了。可那天他告诉自己，先睡，天亮再说，能过一晚的病就不算大病，如果真的要走，那也是命。神奇的是，天亮的时候他醒了，烧退了，一身汗之后，身体反而有一种轻松感。那一刻他明白了一件事，真正的平静不是生活中没有烦恼，而是你不去跟烦恼纠缠。现在的李老先生不问人，不问事，不乱想，每天早上泡一杯茶，看着阳光照在阳台的9层塔上，心就稳了。老朋友说，他现在整个人像一块沉在水底的老木头，水面风浪再大，他在底下不动不急，却最不容易被冲走。他说，人老了要想活得久，不是靠谁帮，是靠自己心里不慌。有人可能会问，老李啊，你一个人住又没什么存款，万一哪天发生意外怎么办？你会不会感到孤单或者害怕？李老先生笑着回答，我是不富有，但我从来没缺过什么。我年轻时确实穷，那时候在小学当工友，薪水不高，房子是租的，老婆走得早，我带着孩子一边工作一边种点菜贴补家用，那几年苦得要命，但我心里总是热的，因为每天傍晚我一进门，小阿杰就扑过来喊，爸爸你回来了，我一身疲惫就散了。那一刻我明白，人这一辈子最贵的东西不是钱，是有人在等你。现在孩子长大了，成了工程师，娶了台北的老婆，父子之间话不多，但儿子每个月准时寄生活费回来。李老先生知道，这就是儿子表达爱的方式，他不爱把爱挂在嘴边，这点像他爸。我们这代台湾男人，爱都是藏在行动里的。
现在他住在这间老房子里，阳台小小的，种着一点薄荷、9层塔，还有一棵老伴当年亲手种下的栀子花。早上起来泡茶、晒太阳，看着栀子花长出新芽，心里就觉得不空。邻居阿兰姐70出头的独居太太住在对门，他们不是亲人，但阿兰姐每次做了好吃的卤肉，总会说：“老李，过来一起吃一点。”李老先生有时嘴硬说不饿，阿兰姐就端一碗过来放在门口：“你慢慢吃，我不打扰。”你说他孤单吗？也许吧，但在我看来，他并不觉得苦，因为他活得通透。真正的陪伴，有时候不是天天腻在一起，而是你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心里有你，不忘记你。去年重阳节，孙女从美国打视讯电话回来，看着镜头说：“阿公，你怎么头发又白了？”李老先生看着他在手机里笑，那张小小的脸跟他妈妈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孙女说：“阿公，我明年回来看你，好不好？”李老先生点点头，眼角湿润了。挂了电话，他坐在老藤椅上想，钱会花完，身体会老去，很多东西都会慢慢溜走，但只要你曾经认真的爱过，那个温暖是会留下来的。李老先生常跟我感叹：“张院长，我不是富人，我没有几间房产收租，也没买什么股票基金，我没赶上台湾经济起飞那个发大财的年代，但我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比以前安稳，吃得香，睡得着，没人催我，也没人逼我。我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因为我活得轻松了，心里干净了，不强求不属于我的，也不强留留不住的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老想着我欠谁，我帮谁太多，谁对我不够好。现在到了这个年纪，李老先生只想着今天这碗饭我吃得高兴，今天这朵花我看着漂亮。这就是他96岁时最大的富有。其实李老先生也曾经试过改变，那是2年前冬天的事。那年台北的冬天特别湿冷，李老先生身体不太好，风湿痛犯了。儿子打电话来说：“爸，你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吧，我们商量好了，虽然台北房子不大，你将就一下，我们也好照顾你。”李老先生没多想，觉得老了确实该享享清福，就带着几件换洗衣服坐高铁去了台北。刚去的那几天，孙子很兴奋，拉着阿公讲故事。李老先生心一软，仿佛回到了年轻时带孩子的时光。他也努力想融入这个小家庭，主动帮忙做饭、洗碗、接送孙子、倒垃圾。但是住久了，问题就来了。这不是累不累的问题，而是心里那种没着没落的感觉。住在人家的屋檐下，哪怕是亲儿子的家，那也是别人的家。儿子下班晚回来累得不想说话，媳妇回家忙着做家事，盯孩子功课，压力很大。孙子写作业的时候，全家都要保持安静。李老先生连电视都不敢开大声，走路都垫着脚尖。有几次他煮饭想展现一下手艺，结果媳妇淡淡地说：“爸，这个味道太咸了，阿杰现在血压偏高，吃不惯这么重口味，而且小朋友也不能吃太油。”李老先生笑笑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我下次注意煮清淡点。”但心里还是酸了一下，自己大半辈子的拿手菜突然变成了负担。后来有一天晚上，他起夜上厕所，路过儿子房间，门没关紧，听到里面传来媳妇轻轻的一声叹气：“他在这儿，我压力真的好大。”厨房也不能随便用，洗衣机都要排队。周末想睡个懒觉都不行，因为爸起得太早了。那一瞬间，李老先生站在黑暗的走廊里，像被什么重物击中了胸口。他没有冲进去理论，也没有哭闹，他悄悄回到自己的小房间，躺在床上睁眼到天亮。第二天早上5点，他起得比谁都早。他把小孙子的校服熨得平平整整，挂在椅背上，把前一晚水槽里的碗盘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坐下来，写了一张字条放在餐桌上：“阿杰，阿公想家了，还是回台中老窝住得惯，你们忙不用送我，记得给孙子盖好被子，让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”他没有说再见，也没有留下一句怨气，他
拎起那个旧行李袋，像个安静的旅人，轻轻关上门，坐上了第一班回台中的高铁。回到台中老家，推开那扇有点生锈的铁门，阳光透着旧窗帘照进屋里，空气中漂浮着灰尘的光点。那一刻，他一屁股坐在自己的旧藤椅上，倒了一杯凉白开，喝下去，觉得特别踏实，特别甜。那一天，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：老了不是错，但不懂得退出才是错。我不是那个一开口就添乱的老人，更不是谁的负担。我带大了儿子，撑过了最苦的年代，凭什么到头来还要小心翼翼看人脸色过日子？后来邻居问他：老李，你怎么又一个人住了台北，不是很好吗？他笑着说：那地方太热闹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我这把老骨头还是睡自己的床板最踏实。从那天起，他再没主动打电话问儿子要不要我过去帮忙。这不是赌气，而是他终于想通了。我这一生不亏欠谁，老了也不用靠谁的情绪过日子。回到独居生活后，他把日子过得更有滋味了。他在社区辟了一块小菜园，种葱种蒜。他开始在社区活动中心教人写毛笔字，还去图书馆当了志工，帮忙整理报纸。他不再去求谁的理解，也不再把儿子的家看成唯一的归宿。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没钱没人，是心里委屈了还忍着，明明受伤了还得陪笑脸。李老先生常跟我说，我不是被牺牲的老年人，我活着不是为了配合谁，我活着是为了还自己一个完整的结局。当然，刚回到台中老宅的前几天，他也有点不适应。屋子老，地板踩上去吱嘎响，厨房一打开就有一股陈年的油烟味。楼下没人喊阿公，连咳嗽一声都听不到回音。但你知道吗？3天过后，他突然觉得这份静比什么都舒服。他坐在阳台上，看着小菜园里那株3年前种下的9层塔，居然还活着。嫩绿的叶子顶着寒风，小小一株，却有自己的倔强。他一边拔草，一边自言自语：活得像你这样就好了，给点水就灿烂，给点阳光就生长。他恢复了以前的规律生活，清晨5点起床，烧一壶热水泡茶，打10分钟的太极拳，然后去社区早市买点新鲜蔬菜，回来给自己炒个青菜，蒸一条鱼。就算是自己一个人吃饭，也要讲究碗筷摆放整齐，细嚼慢咽。有一次，他在社区图书馆角落写书法，一个大姐走过来说：李老师，你的字真好看，苍劲有力，要不要来我们老人学习班教大家？李老先生笑着说：我哪会教人啊，我只会写自己喜欢的几句。大姐说：就这样就够了。我们这些人啊，图的就是一个乐，大家聚在一起写写字，聊聊天，多好。于是他开始每周去一次社区中心，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宁静致远，顺其自然，笑看风云。他不讲大道理，只讲这些字背后的故事，讲他这96年的人生体悟。有个学员问他：李老师，你年轻时是不是老师？他说：不是，我年轻时是邮差，风里来雨里去，送信送了30年。大家很惊讶，那你怎么会写得这么好？他抿了一口茶，淡淡的说：我练字不是为了考试，也不是为了参展，是为了心安。心乱的时候，写2个字，心就定了。这也是他后来活下去的秘诀，不为讨好谁，不为跟谁攀比，只为自己活得顺心。社区里有个小孙女，每次来上课都跑来坐他身边。有一回，他画了一只小鸟递给李老先生，说：阿公，这只鸟像你，自由。李老先生听了心里一热，摸摸他的头说：那你以后也要做自由的人，好不好？晚上回到家，他把那张画贴在书桌前，每次写字时都看一眼。他明白了，人到了这个年纪，讲再多大道理都没用。你要别人尊重你，得先自己看得起自己。不再追问孩子的冷淡，不再去解释自己的委屈，更不再等别人给你一个你值得的答案。我就靠这双手，这一口气，一天一天把自己照顾好。
朋友们，李老先生的故事就分享完了。我在安养院工作这30年，最大的感触就是，医疗只能救你的命，但救不了你的心。想要长寿且有质量的生活，真的就像李老先生说的，靠的是心理的修炼，不靠子女供养，指的是精神上的独立；不靠存款，指的是心态上的知足。守住这3件事，静心，不干涉，不纠结，才是通往长寿的康庄大道。我希望每一位看这支影片的朋友，无论你现在是60岁、70岁还是80岁，都能像李老先生一样，决定把剩下的日子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如果今天的故事对您有一点点启发，请不要吝啬您的赞，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